在贵州思秉的深山中，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。这里被茂密的原始森林环抱，方圆几里杳无人烟，唯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半山腰处，房屋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。前有10余亩错落有致的田地，后以绵延数十里的原始林海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让这里既拥有平坦宜居的土地，又坐享丰富的自然资源，真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。到底是哪位高人在此生活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一起走进这处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思秉县的大山里面，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大山之上，它竟然还隐藏着一户独居人家。这户人家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，因为它四周全是这种茂密的森林，方圆几公里它也是无人居住的。我们想要到达那个位置的话，最少要走1个小时的时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山。现在我就正式踏入这片森林了。我不知道我选择这条路对不对，因为上山的路有很多条，但是我们航拍的时候，这上面也看不清楚的，因为它四周的森林特别的茂盛。这条路看起来比较光滑，感觉经常有人走动，所以说我就选择这条路了。不管了，我们上山吧。走在这种大山里面真的让人心情特别的放松，因为这里只有大自然的声音，边上有很多的鸟在不停的鸣叫，还有一些昆虫的声音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而且这里的空气真的是太清新了，特别让人心情愉悦。在这种大山里面，刚才我走了一大段的上山路，前面这段路看起来不是很陡峭，只不过它比较狭窄，下面也是一个陡坡，只不过它边上长了很多的这种树木，走在这里面还是比较凉快的，因为阳光是照射不进来的嘛，所以说这条上山路还是比较轻松的，特别的舒服。走在这种地方，大家快看，他家的房子就在对面，我看到了，就在对面大山的半山腰处，而且我这个地方听到很大的水流声，下面就是一条山谷，它是有一条河的，这里面它是不缺水源的，因为四周全是这种森林，特别的茂盛，这上面水源是很充足的。在这种大山里面，我们走过去的话，我感觉还需要20分钟吧。好，现在我们赶快过去。他家真的是太会找地方了，这里真正的像世外桃源一样，就像那种世外高人隐居之地。我们从山脚下走上来到这户人家，我感觉应该有4、5公里吧，可能有4、5公里的路程，而且这一路都特别的干净，这个路都比较平整的，说明这户人家他特别的勤劳，因为这上面就他一户人家嘛，他还能把路修得这么好。这个地方我感觉就像那种原始森林一样，因为这里真的是没有人居住就他一户人家，特别的安静。这里还有一棵树开花了，挺漂亮的这棵树。但是住在这种大山里面，我感觉肯定会有很多的野生动物，因为这里的山林真的是太茂盛了，它后方全是连绵起伏的大山。这里也就是这条山谷了，我们看到还有水在流，这个水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澈，因为上面也是没有人居住的，就他家一户人家，所以说这个水质是非常的好的。在这种大山里面，真正的高山流水好，我们从这里上去吧，马上就要到了，他家就在上方。我们终于到了，这边上就是他家的田地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耕田这里面还没有水。我听到上面有机械的声音，难道是他家在耕地吗？我们上去看一看。到了，这就是这处世外桃源。这里有个阿姨，娘，你点包不啊？现在点包不是不一定吃呢。我看到我没地方早就把包不顶好嘞。就你们一户人家住在这上面了？我搬走回家了。这上来可能有4、5公里有没得？从那个马路上走上来。我感觉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的，感觉有4、5公里，我感觉。那你们种好这庄稼要背出去卖吗？那背出去很不容易了。你们家在这个地方住了多久了？几百人了。
然后你现在啷个不搬出去啊？这个大山里面就这一户人家。哦，那外面有房子没得啊？哦，这个地方全是你家的。我看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些森林，这是你们家的吗？这些树林全是你家的。从这个梁子算，那是挺多的了，可能有几百亩嘛，这上面。哦，2户人家的。那你家小孩那些啊，在外面读书嘛，还是在工作了？哦，在上班了。在外面上班，就你跟那个叔住在这个地方吗？哦，就你跟叔叔2个人住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风景倒是挺好的，空气也好。你这个地方应该养了很多的羊吧？养牛那些。那机器从这里盘上来就不得了了，那个机器挺重的了。抬上来的。哦。好，我到上面去看一看你们这个位置啊。好。他家耕地啊，还是用那个机器耕的，这个机器是他们抬上来的。他家小孩的话都出去工作了，就这阿姨跟这个叔叔住在这里。因为他外面就算搬出去的话，他也是没有这些田地的。这个地方刚好有很多的田地，可以种水稻啊，然后种玉米、豆子这些。所以说他们至今还住在这种地方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养殖啊。但是他们居然没有喂牛，也没有喂羊。他说到冬季的时候，这个地方特别的冷，因为这个位置海拔真的是非常的高，四周全是这种森林。但是我感觉这个地方喂羊是挺适合的。冬天冷的话，那个羊它应该是不怕冷的吧？可能是没有草吃吧。它草的话，我感觉这些田地可以种一点那种草啊，冬天的时候刚好就可以喂羊。因为现在春天嘛，跟夏天、秋季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些树叶啊，这些杂草这些。他们现在才开始种那个玉米，刚才那个阿姨就在这个土里面种玉米。但是我们那些地方的话，玉米已经种下去好久了吧？因为它这里比较高嘛，海拔比较高，所以说比较晚一点。我们看到这位叔叔在田里面耕地，我还以为他们是用牛在耕地的，结果他们是用这个机器。他们这个机器啊，从下面给它搬运上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，应该也是2个人慢慢的给它抬上来的，因为走路真的要走4-5公里。我们来看看前方，全是大山，我们就从山那边走过来的，我感觉应该是有4-5公里的，我走了1个多小时吧，因为我们是走走停停，走走停停。它这边上还弄了一些护栏，我感觉这个位置就是防止那种野生动物的，因为在这种大山里面，晚上的时候肯定会有野生动物来光顾的。哦，它这里水源还是挺大的，我们看到它这个地方堵起来了，这个水流也是非常的清澈。它这个地方是可以种水稻的，真的是有山有水。但是我没有看到有电线了，这里面它是没有通电的。上面我看到是太阳能，那里还装了一个监控，太阳能监控吧，这是。这里有一些水管，我们看看它这个水源，应该就是从上面流下来的，水源就在上方。这里就是一块田，这里面的水挺多的，我们能看到去年种的稻谷还能看出来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蝌蚪在游来游去的。我们来看看这边，他家这个位置土地还是挺多的。无人机航拍的时候感觉没有多大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地方的土地我感觉最少有10多亩，而且这个位置啊，它就是一个小山包，圆圆的小山包，像一个煎饼包一样的，后面就是大山，他家的房子就在这个位置。我们再到上面来看一看，看看他家居住的房子，这边上有一间小屋，这边就是有2座木房子，这块是菜地吧。他家房子的周围啊，都是用这种树木拦起来的这种竹子，因为晚上肯定会有野生动物来光顾的。这里的水源特别的大，我们来看，
这个真正的山泉水啊，这个是。它下方这些土地全部用来做稻田都可以的，因为这个水源完全是够的。我们能看到，你看这个水源有多大？现在也不是涨水期，它这个水源都挺大的，而且这个水质特别的好，非常的清澈。好，现在我到他家屋子这边来看一看。刚才我也是跟那个阿姨打招呼的，我们上来看一下吧。这边上有一棵菜花，这块就是菜地，这些菜感觉刚拔掉吧，去年应该是种的萝卜那些，不知道他家养猪了没有？我们过来看一看。这间屋子看起来好有年代感呀，感觉最少有上百年了吧。边上已经发黑了，外面。这里还安了一个监控，是用太阳能的，因为它这上面是不通电的。我们走过来看一看。这边上堆放了一些柴火，这些应该就是肥料吧，他们从那个山脚下搬运上来的。我们看到他这里是有2间房子的，这2间屋子全是他家的。这边上就是院子，这院子长了很多的杂草，他们没有除掉。这边这间屋子，我们过来看一看。这个位置就是他家的厨房，我看到里面有一个灶头，灶头上面有2口锅，这里还有水缸，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具。这里有个柜子，这里面也是被熏得很黑了，因为烧柴火做饭嘛，在这种大山里面，这个地方也没有电的，他们烧的是那种柴火用来做饭的，所以说这上面呢也是被熏得特别的黑。这里就可以上2楼，这里面我们就不进去了，因为他们在下面干活嘛，不在家的话我们也不好进去了，就站在门口看看就得了。我们到这周边来看一看，这一院子有很多的杂草啊，因为现在是春天嘛，就是你除了之后，它隔不了多久它也会长起来的。这个东西是用来打稻谷的，因为在这种大山里面打稻谷，他们应该是没有机器的，就是最原始的人力来打的。还好他们把那个耕土机然后抬上来了，这些就是用来耕土用的机器，全是靠人工搬运上来的。我们看看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天线锅，这应该是天线锅吧，就是用来看电视的。当时他们修建这些房子啊，也是挺不容易的。我们能看到全是木质的房子，而且看起来非常有年代感。上面的瓦片也是全是用这种青瓦盖的。这些木材的话，可以在大山里面砍，就是就地取材嘛。但是这些瓦片需要从外面运进来的。当时修建这些屋子也是挺不容易的，从外面靠人工一点点的背上来，或者就是用马给它驮进来，真的特别的不容易啊！住在这种大山里面。这边上就是有一些菜地，这边的菜地一看出来应该是拔掉了，刚耕过的，用机器。边上还有一些大蒜，我们过去看一看，好像是大蒜吧。哦，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机器，原来他家打谷子居然是用机器的。这个就是用来打那个稻谷的机器，这个也是靠人工背上来的，真的特别的不容易啊！我还以为是他们靠人力打的，原来住在大山里面已经用上这种现代化的工具了，特别的厉害啊！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块就是菜地了，这些就是白菜吧，但是已经开花了。边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大蒜，还有一些小葱之类的。这下面全是田地，边上还堆放了一些稻草，还是确年的。他家好像没有喂羊，也没有喂牛，这些稻草我感觉也没什么用啊。他这个地方其实喂羊，我感觉真的特别的适合，就是放在这种大山里面嘛，不用管它都可以，我感觉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山包，而且它特别的圆啊，就像一块大金元宝的感觉。而且那个地方我感觉特别的不简单，他家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代了，小孩也是出去工作了，就他跟那个叔叔住在这里。他们也是非常的勤劳啊，这边上所有的土地全部已经耕种了，没有浪费一块荒地的，没有荒地。我们看到上面那些还有去年种的玉米，那些杆子都能看到，它每一块地方平坦的土地都利用起来了。
住在这种大山里面，空气都挺好的，而且这个地方也是不缺水源。但是我感觉也是挺不容易的，住在这种山里面，因为出去真的是比较麻烦，走到外面马路上也是挺远的。哇，我们看到这田地里面有好多的蝌蚪啊，这个蝌蚪长大之后，它会变成那个青蛙的，特别的多。它这里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全山环抱，四周全是森林，而且这些树木特别的茂盛。住在这种大山里面真的太舒服了，就它一户人家，也没有人打扰。这个地方如果不用无人机飞的话，没有人发现的。我是从下面路过的时候，我感觉这个地方的山全是这种森林嘛，我就会无人机看一下，刚好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块空地，后面看到房子了，所以我们才发现的。要不然不可能发现这个地方的，因为它这里没有路，全是这种小路走进来的。小路也是他们家自己修的，就是不通公路嘛，也没有电的。但是这个地方有网络，手机是可以打电话的，可以上网的，有网络的。它边上这些啊，全是有这个护栏的，这个就是防止野猪啊那些野生动物进来吃庄稼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我就走了一遍了，我从他那个房子这个地方绕了一下。我们来看看这四周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全山环抱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。因为现在是春天嘛，一副春意盎然的景象。它这个地方刚好有一块平地，然后就把房子建在这个位置，边上有很多的土地，感觉有10多亩吧。一户人家住在这里的话，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，非常的舒服啊。这个位置，最主要是它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，水源是充足的。但是他家没有喂，就是牛喂羊那些，我感觉很可惜啊。这个地方要是喂羊的话，我感觉特别的适合，因为就放在这种大山里面嘛，也不用管它。这个地方真的是与世隔绝啊，真正的世外桃源。它这个地方真的是几公里是没有人居住的，这真的一点也不夸张。就是我们上来的时候，就是在这片山的对面那个半山腰处。在山脚下才有人居住的，但是半山腰是有通公路的，我们刚好从那里路过。到山脚下，我感觉最少有7、8公里的路程，所以说它这个地方7、8公里是没有人居住的，真的没有夸张啊。它这个地方真正的与世隔绝，真的是现实版的世外桃源了。住在这种地方，真的空气特别的清新，非常的养人了。好，今天的探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